经过一个夏天，你家的多肉有没有长得又细又高，叶片还小？或者家里养的多肉突然茎秆开始变软发黑的有没有？再或者多肉的叶心处化水黑腐的有没有？遇到这些难看或者有问题的多肉，你都扔了吗？如果你扔了，那么太可惜了哦，改造一下，一颗变几颗，颗颗都能抱小崽也说不定。经过一个夏天，你家的多肉土长了吗？土长的请回复1，没有土长的请回复0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帮大家解决目前最应景的一个问题，多肉土长。今天主要从砍头的位置、什么情况下砍头，以及砍头后的养护等主要3个方面来介绍。特别是第1点的砍头位置，很多人虽然砍头了，但最后还是没养活的，一定要自信观看。很多人给多肉砍头都会随便砍，认为问题不大，其实多肉砍头有你不知道的讲究。给多肉植物砍头可不是随便哪里都能砍的哦，砍在不同的位置，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。好多肉友都砍错过。多肉砍头位置。给多肉植物砍头，砍头的位置很重要。像法师之类主干粗壮而木质程度较高的多肉植物，如果是单纯的不分枝、不长侧芽，一般只需要砍去主干上部1/3的枝干和叶盘即可，这样下部的主干可以继续抱侧芽，上部的叶盘还可扦插繁殖，一举两得。枝干粗壮而木质化的老桩在发生土长倾向，砍头的时候需要保留一部分下部的主干，主要是为了给枝干后续抱芽和形成分支提供足够的生长空间，以免新长出的嫩芽过度拥挤。有叶插繁殖需要的，也可以从枝干上撸些叶片用于叶插。茎比较纤细而枝干偏木质化的品种，砍头则可以随意一些，比如火荠、前串、小米星、金枝玉叶、雅月之舞、小球玫瑰等，此类多肉植物枝条上遍布生长点和侧芽，剪取分支即可进行枝插。此类多肉植物砍头类似于修剪，对砍头位置的要求不严。给烂根或根茎黑腐的多肉植物砍头最讲究，因为烂根和黑腐的多肉植物多数存在尖泡镰刀菌感染，它可通过输送水分和养分的维管束向上传导。因此，给此类多肉植物砍头，一定要从病源位置2厘米以上进行砍头，砍至横切面无黑点才行，否则没有彻底阻断病源。砍头后砍下来的叶盘再次用于扦插时，仍可发生黑腐和化水。砍最底部叶片和茎干相连的地方，一般选择这个位置的肉友比较多，好处就是能让多肉单头变多头。也就是说，选择这个点来砍的话，最容易抱侧芽，侧芽继续生长，最后变成独立单头。这种方法虽然容易抱侧芽，但却不是最佳砍点，因为在多肉植物叶片的下方，有一小节嫩嫩的杆子处，这个部位应该说是最佳砍点。因为这个位置叶片稀少，砍头之后多肉恢复的比较快，原来的茎干上也能很快的长出侧芽。但在多肉植物嫩干和老干之间砍上一刀，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砍头，但存在风险，因为剩下的母株很有可能会不长新芽，严重的话还会干枯，所以不建议。在多肉老化的杆子处砍头的话，伤口处想要再发根的话会需要很长时间，而且下面的茎干有可能会迅速干枯掉，所以也不建议老杆子处砍头。什么情况给多肉砍头？多肉植物砍头一定要选对时间，一定要用对方法。我们砍头的话，无论哪个季节，只要它在正常的生长，是它生长的季节，我们砍头都是可以的。千万不要在它休眠不生长的季节砍头，砍完头以后，它根系活性差，不吸收养分，不吸收水分，它只会枝干逐渐从顶部往回抽，到最后整个植株彻底的回抽而死。即使你砍下头来，到最后扦插也是不成活的，很难长出根系来，所以说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我们在家庭中盆栽多肉植物，如果放到一个缺光的环境中，多肉植物就会出现土长的情况，到最后枝条长得非常的高，叶间距拉得非常的大，就非常难看了。我们就要通过砍头的方式，适当的把它的杆子保留底部的一部分，其他的给它剪掉。这样剪掉以后，底下的叶片不要给它撸掉，在伤口上涂抹上一些杀菌剂，
它会快速的愈合，之后它的叶片和茎秆连着的地方就会快速的长出多个小侧芽来。直接侧芽长出来了以后，我们给它充足的光照，充足的水肥跟上，快速的生长。到最后侧芽越多，整个植株见光充足，也会比较矮小，就不会出现徒长的情况了，就可以变成一个群生的桩子，非常的漂亮。如果我们在家庭中通风差，浇水不当，导致它出现烂根的情况，或者是底部的枝干出现黑腐的情况，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处理，将它彻底的砍掉，一点腐烂的位置，一点黑腐的位置也不要保留，只露出新鲜的位置。这样砍下来以后，将头部的伤口处涂抹上多菌灵，晾晒一段时间，然后再次扦插，就能够彻底的救活它，剩下的杆子死掉也就死掉吧。3. 多肉植物砍头的注意事项。1. 多肉砍头的最佳时间。多肉砍头的时间以春秋为佳，因为这个时间段大多数的多肉都处于生长旺季。此时砍头，母株可较容易快速的爆头，砍头苗也更容易发根成长。2. 砍头后母株的处理。砍头后，先检查一下多肉母株和砍头苗砍头的部位有没有被压伤、压裂的地方，如果有，应先将被损伤的地方切掉，以利于多肉的再生长。给多肉植物砍头后一定要处理得当，比如伤口涂抹上杀菌剂，让它快速的愈合，不会出现消耗严重到最后枝干回抽的情况，也不会有真菌造成伤口感染。砍下来的头部一定要将底下的叶片适当的给它撸掉一部分，然后将砍下来的头部放到一个通风良好、见散射光照的位置晾，最起码晾3至5天的时间，避免伤口沾水引起病菌感染。这段时间应适量减少光照，以利于母株爆头和生长。等伤口彻底的愈合干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插到潮湿的土壤当中去让它长根就可以了。3. 砍头苗的处理。将砍头苗放置在明亮无直射光的通风处1周左右，待切口完全干燥收缩后，就可以进行扦插繁殖了。砍头苗可以通过土培和水培的方式种植。一般来说，通过水培生根的砍头苗，待根系发展较为完善时，仍会移植到花盆中正常养护。4. 土培处理法。土培法宜湿土干栽。提前准备好用于种植砍头苗的花盆，以透气、排水性良好的素烧盆或红陶盆为佳。将泥炭土混合颗粒土倒入花盆中，当然直接使用与母株相同的土壤也是可以的。倒入适量的水，使土壤微微湿润。再在盆土中挖出一个浅浅的小坑，将晾晒好的砍头苗放置在坑内，使之接触到土壤即可。5. 水培处理法。想要水培砍头苗的话，首先要将底层的老叶子去掉，以防老叶滋生细菌。然后找一个小口径的玻璃瓶，把砍头苗做上去。在瓶里放上一部分水，水面应距离多肉1至2厘米。不用浇水，器皿里的空气湿度完全可以满足砍头苗的发根生长。6. 砍头苗的养护事项。砍头苗在晾晒的过程中，最好不要直接接触地面或者土壤，以免伤口感染。用盘子盛着，或者放在白纸上都可以。砍头苗种植后，不要急于接受光照，以免叶片的水分大量蒸发，造成植株的脱水死亡。等2至3周多肉长根固定后，再慢慢增加光照。砍头苗对水分的要求比叶插苗要高，每隔3天就要用喷壶把土壤表层浇湿一次，让它更快的生长茁壮。以上就是介绍的多肉砍头的内容，家里徒长的、黑腐的多肉都砍起来吧。有任何养护问题，都可以给花花留言，我都会一一回复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